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2020年1月26日的这一天，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悲伤和难过的日子。著名的 NBA 球星科比乘坐的飞机失事坠毁，连同他13岁的女儿还有另外7个人全部遇难身亡。一时间全世界的球迷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悲剧过后，人们不禁想问，这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在经过了1年多的调查之后，终于在本月的9日发表了事故报告。今天我们用简单的语言，从专业飞行员的角度去解读这份报告，并科普给大家一些飞行员这个职业的基本知识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在当日的早上9点，科比一行人从加州城县的昭温机场乘坐 S-76B 型直升机前往千象市参加活动。这本来距离并不远，正常情况下乘坐飞机在半个小时左右，如果开车的话那就要2个多小时。但是当时的天气不好，阴天，完全看不见太阳。当地的警察飞行救援队也取消了当日的飞行活动，但是他们还是出发了。在前半部分的行程还算顺利，即便是天气不好，不过市区地势平坦，沿途还是能看到高楼大厦。但是目的地是在山区，到了行程的后半部分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飞机也要飞得更高，那么也就与云层更接近了，甚至有时候不得不飞到云里面去。再加上加州在海边，在阴天温度较低的情况下，从海边吹来的潮湿气流经过海拔的抬升就会形成大雾，那么山脉就会被云雾隐藏起来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时的飞行员驾驶飞机进入了云层，最后飞机坠毁在了一处山坡。NTSB 本次的报告先是解释了飞机失事的直接原因，飞行员 Ira Zabayan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挑战极限，最后在云雾里迷失了方向，最终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惨剧。NTSB 归咎于此次悲剧为人为事故。事实上，在飞行的空难历史上，人为因素也是最大的一个，也就是说这一部分都是可以被避免的。当然了，大家也不要担心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害怕坐飞机，但是根据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数据，人们死于车祸的概率是1比114，而死于空难的概率是1比9821。那也就是说，乘坐飞机其实比乘坐汽车安全了将近90倍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仔细从头开始分析一下科比空难的人为原因。首先从最直接的原因开始，飞行员驾驶飞机飞入云层，导致了空间迷失。我们的观众之中可能有些人会体验过类似的情况，比如晕车，坐车的时候转几个弯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或者是晕船，在茫茫的大海上看不见陆地，那么很快就不知道方向了。空间迷失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在天上是一个3D 的空间，除了水平的东西南北之外，上下也会分不清楚。特别是当飞机飞进了云雾之后，在失去了地面做参考的情况下，人是很容易失去方向感的。这次悲剧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。当时的飞行员在云中迷失方向之后，错误地把下降当成了上升。根据当时的数据显示，飞机最后是以4000英尺每分钟的速度高速下降，最后撞击到了山坡上。那么专业的飞行员是如何应对空间迷失的呢？就像开汽车一样，飞行员在空中驾驶飞机的时候也要时刻地观测仪表。不同的是，飞机上除了汽车上有的速度表、发动机转速表、油量显示表之外，还有纵向的速度表，是用来指示上升和下降的。还有方向表，以360度来显示飞机前进的方向，0度是北，90度是东，180度是南，270度是西。还有显示飞机相对于水平面的姿态表等等。当飞行员迷失方向的时候，直觉和仪表会给飞行员相互矛盾的信息。比如直觉会告诉你，你现在是在水平的往前飞，但是纵向速度表显示的是负数，告诉你是在下降，而方向表表示你在左转。当然，直觉和仪表数据相互矛盾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仪表坏掉了，但是仪表在设计的时候就会分开不同的系统，一个仪表可以坏掉，但不可能所有的仪表都坏掉。比如如果你的方向表告诉你在往左转，而飞机左转的时候一定是左边的翅膀低，右边的翅膀高，
这会在飞机的姿态表上显示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同的仪表数据相互支持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放弃直觉，相信仪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，尽快的将飞机控制回一个安全的飞行状态。在失去视野的情况下，根据仪表的指示往上爬升，因为越高越安全，穿越云层，在重新看到地面之后尽快降落。飞行员的人为原因导致的事故，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决策失误。比如造成了这次事故的空间迷失的时候，该飞行员选择了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而不是飞行数据。其实这种决策失误是贯穿在整个飞行过程的。飞行员不仅需要在危险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而更应该是在之前选择，避免让自己进入这种危险的状况，甚至是从一开始就避免这一趟旅程。飞行员在起飞的几个小时内就需要做飞行准备，这个准备称为 flight planning， 包括计划和申请飞行路线，计算飞行数据，获取天气预报，检查飞机状况等等。而当日的天气不好，云层很低，而且阴天的情况下，目的地的山区还会有雾。飞行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做目视飞行，也就是需要根据地面的物体作为参考。比如我沿着一条河，再飞越某座山，再经过某个湖，最后看到机场降落，到达目的地。这就需要在能见度比较好的情况下，当遇到云层较低和雾霾天气的时候就不行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仪表飞行，根据飞行器上的数据和地图来判断自己的位置。现在比较新的飞机都配备 GPS， 甚至是显示屏。根据报告显示，飞行员 Azerbaijan 所在的公司 Island Express 是专门提供短距离飞行服务的，并没有向民航局取得仪表飞行的资格。这也就是表明飞行员 Azerbaijan 很少甚至是没有仪表飞行的经验。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，他应该是取消接受此次飞行，而不是挑战自己的极限。然后即便是起飞了，到了天上，飞行员也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和机会来终止这次飞行，返回基地或者是就地降落。当时在飞机失事地点的山区能见度非常低，飞行员此时可以决定终止飞行，但是他却选择了穿越云层，将飞机置于一个自己不擅长的环境，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飞行员的这些决策失误是有心理因素的。该飞行员多次搭载球星科比，他们之间产生了比较亲近的个人友谊，再加上科比作为有名的公众人物，而且此次乘客又比较多，该飞行员自然不愿意取消这次飞行计划，而让乘客们特别是科比失望。所以飞行员有一种一定要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的决心，不管当时的天气有多差，他都愿意为此挑战自己的极限。其实飞行员在训练的过程中有通过心理的培训，最基本的一个是避免5种危险心态。搭载科比的这个飞行员在一开始就带有一定要做成的这种心态起飞，在遇到云层的时候又带着侥幸心理进入了云层。飞行的这个行业也是和其他行业一样，心理方面的因素容易被忽视。不管是飞行还是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认清自己的能力，不要轻易的挑战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，或是许下自己做不到的承诺。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和不能预测的未来，也要随机应变，不要一条道走到黑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是周末分享会，我们分享了一周内发生的有趣的事情。关于孔庆东提议立法禁止年夜饭，网友伊森利评论说，他说先进国家不吃年夜饭，所以中国不是先进国家，他辱华。网友青囊说中国人智商低是辱华，说中国人智商低所以需要党管理，那就是正能量。网友两韩看两岸说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不查都是天灾，一查都是人祸，不查处处鲜花，一查全是豆腐渣，不查都是中国人，一查全是外国籍，不查都是孔繁森，一查都是王宝森，不查个个人模人样，一查全都男盗女娼，不查问题都在后3排，一查根子在主席台，不查都为人民服务，一查全被人民服务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